2019年4月的某个深夜，北京，一个20岁的女孩蜷缩在公司卫生间的角落里，浑身发抖。从凌晨2点到凌晨4点，整整2个小时，她就这样坐在那里。因为一场没有通过的试镜，因为别人说她太胖说她根本演不了女主角她被人拖进了那个黑暗的小房间，被骂了整整2个小时。那个女孩叫赵露思。你们不知道的是，那一晚是她后来6年深渊的起点。那我们先回到更早的时候。1998年11月9日，四川成都。赵露思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做厨具代理销售的小生意，母亲是家庭主妇。这些年网上流传的各种版本，说她是腾讯高管的女儿说她是某大佬的干女儿她曾经在采访里苦笑着说，那些全都是假的。现实中的她在成名之前，甚至要借住在朋友家里准备试戏。但有一件事是真的，她从小就长得好看。那种好看不是精心打扮出来的，是天生的。大眼睛，小圆脸，整个人身上有一种让人觉得安心的气质。初中的时候，她拍的自拍照被人转发到网上，意外成了那个年代网络上的校园初恋脸和奶茶妹妹一起被人们讨论。那时候的她大概还没有想太多。高中毕业，她去了台湾明道大学读书。喜欢打网游，喜欢唱歌，喜欢观察人。她有一个习惯，从小就有，坐在饭桌上的时候，她不怎么说话，只是看着每一个人的表情，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回到家再跟妈妈求证自己的猜测是不是对的。这种敏感后来变成了她演戏的天赋。2016年，她参加了芒果 TV 的超级女声海选，意外在网络上再次走红。同年，她以终极特工的身份出现在综艺《火星情报局》里，正式进入了大众视野。2017年，她参演了古装剧《凤求凰》，算是真正踏入了演艺圈。从2017年到2024年，整整7年，她参演了24部影视作品，从配角到女主，从无人问津到顶流。2020年的传闻中的陈芊芊让她真正出圈，那个跳脱可爱又有情有义的陈芊芊被无数观众记住了。2022年的星汉灿烂里，她演的程少商，倔强、骄傲、外强中干，又一次让人动容。如果只看这些，赵露思的故事是一个励志故事，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回到那个2019年的夜晚，那时候的她刚刚签约了一家公司，年轻、努力，什么戏都想拼。那一天是一场女主角的试镜，她没有通过，然后她被叫进了洗手间，不是谈心，是羞辱。因为试戏没通过因为你太胖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够格演女1号这位20岁的女孩就这样在凌晨的北京被人从2点骂到4点，蜷缩在卫生间的角落，浑身发抖。她后来写道，当时我蜷缩在角落里，浑身发抖。你们肯定要问，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解约？答案藏在一个让人窒息的数字里。解约违约金4亿。这不是夸张，是白纸黑字的合同。正在拍摄的剧集，每集违约金150万，30集就是4500万，这还不算未来5年的预期收益赔偿。他被死死地套在里面，走不了，逃不掉。于是他选择了留下来，继续拍戏，继续笑，继续在镜头前扮演那些活泼开朗的女孩。但就在那一年，2019年，他开始出现了抑郁的情绪。如果你也觉得一个人表面上光鲜，内心里却可能正在经历我们完全不知道的黑暗，那就点个赞吧，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接下来的几年，赵露思一直在工作，外人看到的是她越来越多的爆款，越来越高的热度，而没有人看到的是那些深夜她一个人坐在化妆间里发呆的样子，是她开始越来越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是那种无处安放的疲惫。她曾经在采访里聊到自己的性格，天蝎座
感性和理性同时存在，不会轻易把注意力和感受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不刻意维系不必要的人际关系。听上去是一个通透的人，但通透的人往往把所有的重量都自己扛着。2024年，事情彻底爆发了，他出现了所谓的躯体化症状这是抑郁症和焦虑症发展到严重阶段之后，身体会以实质性的方式崩溃的状态，走不了路，需要轮椅，需要拐杖。原本被他压着的一切情绪开始从身体里往外蹦。2024年12月27日，他的工作室发出公告，赵露思突发身体不适，暂停后续工作。整个娱乐圈都震了。那个时候，她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顶流女演员。有多少人在热搜上刷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感到不可置信，那个总是在镜头里笑得那么甜的人竟然病了。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感受？2025年的第一天，元旦，赵露思发了一条抖音，是她自己在做康复训练的照片，安静、真实，没有妆造，没有美颜。当天下午，她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那篇文章里，她第一次讲清楚了一切。从2019年开始出现抑郁情绪，到2024年出现严重的躯体化症状，整整6年。她讲到了那个夜晚，那个卫生间，那个让她浑身发抖的凌晨。她讲到前工作人员拿了巨额分手费解约之后，还一直不断地对她造谣和诋毁，把她本来就脆弱的状态一点点往深处推。她写的那句话是这是我第一次回应，也是最后一次。那篇文章发出来之后，整个微博都哭了。无数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自己也曾经在深夜一个人崩溃，说看到他说的那些话，像是看到了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的自己。那些一直以来无法被语言准确描述的东西，被他说出来了。但这才是真正让我觉得这个女孩了不起的地方。她没有在那篇文章里博取同情，她写完了就放下了。她开始做康复训练，她开始和家人重新建立联系，她开始一点一点地重新找回那个原本的自己。2025年3月，她参加了综艺《小小的勇气》，跑去甘孜的山区，住进村民家里，和当地的孩子们待在一起。不要片酬，素颜出镜，没有剧本。她说，她希望在那里完成一种双向的治愈。这档节目引发了很多争议，有人觉得她真实，有人觉得她在消费自己的病。但我想说的不是节目好不好看，我想说的是，在经历了那么多之后，她还是选择站了出来，而不是躲进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别人忘掉她。有人说，赵露思这些年一直在演各种活泼开朗的角色，是因为那是她本来的样子。但我觉得真相可能刚好相反，正是因为现实里的她一直在压抑那么多，她才能把那些需要被爱、需要被看见、需要有人真正关心的情绪演得那么准确。陈芊芊的任性背后是脆弱，程少商的骄傲背后是渴望认可，那些角色里有她自己的影子。她在一次采访里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她说，每一次演戏的经历，每一个角色都是她生命中的养分。7年，24部作品，那些养分是真的在一点一点的积累，只是与此同时，她也在一点一点的消耗自己。今天的赵露思还在路上，她的新剧《许我耀眼》已经播出，她在里面饰演一个叫许妍的女孩。无论结局如何，至少她还在，这就已经是一种了不起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像她一样，在某一个深夜坐在一个角落里，不知道明天要怎么办。但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步跨过所有的黑暗，而是像她说的那样，只需要一点点小小的勇气就够了。如果今天的故事让你有什么感触，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也希望你能把这个视频分享给需要被看见的朋友。我们下期见。